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2季上期回顾。威尔斯为了女儿答应了 Zoom， 替他偷走 Barry 的神速力，为此他杀死了乌龟人，提取了其的 DNA。而佩蒂最终选择了离开中场，临别前也验证了 Barry 闪电侠的身份。乔也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沃利，只不过沃利并不是什么听话的孩子。威尔斯这边总是良心不安，他又不想出卖朋友，又不想看着女儿出事。恢复单身的 Barry 想和威尔斯一起想一个对付 Zoom 的办法，得到的却是无情拒绝。2年前有这样一起无人问津的案件，2个帮派分子逼着自己的同伴乔伊说出银行密码，不仅谋了财也害了命。掉进焦油池后，粒子加速器便发生了爆炸。时至今日，焦油厂依然照常运行，但乔伊已经变了异。曾经夺走所有财产的同伙咸鱼翻身当起了土豪，不过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到头了。加速器让乔伊变成了沥青侠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报了自己的杀自己之仇。佩蒂不在第一个案发现场，白瑞也打不起什么精神，只是拿了份样本就回了实验室。这边的威尔斯做出了足以偷走白瑞神速力的装置，悄摸地放在了闪电侠战衣上，这让他良心更加不安。一边是努力帮自己想尽办法救回女儿的白瑞，另一边是利用自己女儿性命威胁自己的Zoom。威尔斯思绪很乱，甚至骂走了白瑞。希斯科也查出了样本之中有人类细胞。白瑞根据定位去抓捕乔伊，可他越是在奔跑，速度就越是被威尔斯偷走。乔伊正准备杀死最后一个凶手，好在白瑞赶了过来，并且利用下水道急速冷却了沥青侠。当他把凶手带回警局后，威尔斯已经偷走了他一部分神速力。希斯科第一时间发现了白瑞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一点点，但这微乎其微的差距白瑞根本不在意。而沃利这边也出了些岔子。沃利曾声称飙车是为了给妈妈赚医药费，但乔已经以父亲的名义帮助了他，可沃利依旧在飙车。乔害怕自己多管闲事会让沃利更加疏远自己，但西方记者艾瑞斯不怕，他直接找上了街头飙车的举办方，想要让他们停止该赛事，却遭到了人身威胁。但记者的手段也不是吃素的，沃利第一时间找到了姐姐，为了不让艾瑞斯陷入危险，沃利和艾瑞斯大吵一架。实验室里，经过白瑞的几次努力，威尔斯慢慢不再排斥他，还告诉白瑞，假如有一天Zoom要我在你和女儿之间选一个，我会毫不犹豫背叛你。但白瑞还是善良的帮了他。白瑞把上一个威尔斯失望的笔记给了他，这足以帮助威尔斯想出一个永远关闭传送门的办法。心怀愧疚的威尔斯晚上约见了Zoom，并把自己偷走了的部分神速力交了出去，本想就此结束交易，但Zoom又一次威胁了威尔斯。第2天，大家开始着手调查交易，他们发现还有另一个凶手，此人正是街头飙车的举办方。艾瑞斯对他再熟不过了，而威尔斯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研发出了摧毁传送门的反应堆，晚上和白瑞一起验证了奇迹。激动的白瑞一把抱住了威尔斯，这是他们近期得到过的最好的消息。另一边，乔和艾瑞斯追查到了街头飙车的聚集地，沃利不出意料也在其中。就在沃利踩下油门的时候，沥青侠也杀了出来，整个柏油路摇摇晃晃。回到实验室的路上，威尔斯正准备把Zoom的事情告诉白瑞，就被紧急电话给打断了。沃利危在旦夕的时候，白瑞冲进车里救了他，也救了举办方。当溅射的玻璃飞向艾瑞斯的时候，白瑞却怎么也追不上。艾瑞斯重伤住院，沃利知道自己有大部分的责任，于是他负责在医院照看姐姐。另一边的白瑞陷入了沉思，因为自己的速度突然变慢，差点让艾瑞斯原地去世。起初只是慢了一点点，现在却不止一点点。威尔斯在一边淡定地听着，心里却翻滚了起来。他站起身来，选择了说出真相。每个人都有家人，自己不能再自私了。得知消息的乔怒把威尔斯关进了超能监狱，然后把抓起来的凶手当作诱饵，引出了沥青侠。白瑞则趁机把提前准备好的冷却弹扔了出去，被打回人形的沥青侠遭到了乔的一通飘飘拳。威尔斯虽然早就说过自己会为了女儿背叛，但他不想再伤害白瑞他们了。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回到地球2，独自对抗Zoom。只要关闭传送门，Zoom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地球1。再三思索后，白瑞决定帮助威尔斯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人，他打算一起去地球2救回杰西。在此之前，白瑞关闭了城市里的51个传送门，只留下了实验室的最后一个。威尔斯扛起他娘的意大利炮，带着白瑞和希斯科一起准备前往地球2。出发前杰警告白瑞，不要被平行宇宙发生的任何事情影响到自己。3个人就这样冲进了传送门，在隧道里，他们看到了世间万物。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杰和凯瑟琳必须稳定住传送门。来到地球2，威尔斯也终于回到了家。白瑞和希斯科对这个更有末日风格的地球2充满兴趣，一度像一个刚出村的娃子。在地球2，邪恶的休伊特也变得极其友善，但由于地球间的频率不同，希斯科没有办法震波到Zoom的位置。在地球2，白瑞成为了真正的法医。白瑞立刻把自己的2重身抓了过来，把他电晕后伪装成了自己。
这样就可以去警局了解更多情报。在地球2，辛格局长成了罪犯，死社反而成了局长，只不过枪法极其的烂，而艾瑞斯却成为了警长，并且和白瑞成为了夫妻。在地球2，凯瑟琳成了冰霜杀手，罗尼依旧是火风暴，两人成了冰火两重天夫妇劫匪组合，跟着艾瑞斯一起回到了家。本应该正常的一通电话，却让白瑞热泪盈眶。电话另一边是自己的妈妈。10几年来，白瑞终于再次听见了妈妈的声音。威尔斯这边还在焦急地等待着白瑞回来，白瑞却和艾瑞斯来到了酒吧，乔成为了驻唱，而且非常讨厌自己的女婿。突然，冰火两重天闯了进来，他们接到了Zoom的消息，专门过来找一个跑错宇宙的人。艾瑞斯掏出枪准备逮捕他们，但冰霜杀手可没有凯瑟琳那么温柔。乔为了救艾瑞斯重伤倒地，白瑞把2个人带出了酒吧，本想靠嘴遁说服他们，反而让他们更加愤怒。好在最终打退了2人，惹了这么大个麻烦。威尔斯当然是贼气，本来是过来救杰西的，现在反而乔和艾瑞斯的安全成了问题。不管在什么宇宙，白瑞都不会放弃他们。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在彻底闭眼之前，他接受了女婿，说完就停止了心跳，悲伤化作动力。艾瑞斯准备把冰火两重天绳之以法，带上不会玩枪的死社，就准备出发。白瑞把希斯科请来帮忙，师徒4人就上路了。地球1这边，一个叫地捕师的超能力罪犯袭击了城市，闪电侠不在的话，没人能阻止他。重任再一次降临到了杰的头上。为了让杰恢复神速力，凯瑟琳研发了终极7号，能让杰重新当回了闪电侠。但药效衰退得很快，战斗以失败告终。但杰的勇敢得到了乔的尊重。画面回到地球2，4个人找到了冰火两重天的藏身之地，却意外发现了希斯科的2重身。希斯科叫震波，2重身则叫逆震波。白瑞换装闪电侠对抗冰火两重天，死社则做出了一个惊天壮举，人体描边大师本尊没错了，被逆震波一个波动拳打晕了过去。就在白瑞被群殴蹂躏的时候，Zoom突然赶过来掏死了火风暴。Zoom下过命令，不能伤害任何急速者，说完也掏死了逆震波，唯独留了冰霜杀手一条命。白瑞被Zoom抓了回去，牢狱对面不仅有杰西，还有另一个铁面男人。现在白瑞被活捉，开场白变成了Zoom的天下，他的名字叫Zoom，如今最快的男人。他一生致力于杀死所有急速者，但现在他要杀死威尔斯。希斯科把所有事情告诉了威尔斯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他们成为了Zoom的猎物，现在必须赶紧逃命。地球2的白瑞被放了出来，这个脆弱不堪的男人都快哭了，搬出老婆艾瑞斯，命令他们放走自己。但现在好了，跑都跑不了了。Zoom已经来到了实验室，1秒杀死了所有警卫。威尔斯他们只能躲进密室。Zoom穿墙进来，却发现空无一人，全息投影救了他们一命。威尔斯把一切告诉了娘炮版白瑞，白瑞这边还在想办法逃出牢狱。铁面男人不停地敲着玻璃，白瑞发现这是摩斯电码，并且给了崩溃的杰西最后一丝希望。娘炮白瑞把威尔斯和希斯科全部都带回了警局，和艾瑞斯一起想办法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，他们决定直捣黄龙，袭击Zoom的老巢。眼下唯一知道位置的人只有冰霜杀手。地球1这边麻烦不断，凯瑟琳再度升级到了终极8号。这次杰可不打算放过地捕师。在大楼倒塌之时，杰把所有人救了出来。显然终极8号更加坚挺，接下来只要完善一下终极9号，就足以应付所有麻烦。地球2，白瑞和杰西把铁面男人的暗示翻译了出来，正是杰。白瑞表示，杰现在活得好好的，你放心吧。这下铁面男人彻底崩溃了。Zoom突然赶了回来，穿过了牢狱的玻璃，威胁白瑞。尽管白瑞遭受了一顿毒打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他还是找到了逃走的办法，只要模仿Zoom就可以逃出去。另一边，威尔斯找到了冰霜杀手。最了解凯瑟琳的人莫过于希斯科，他也利用这个优势逼问出了Zoom的老巢位置。好事不会同时发生。地球1的地捕师闯进了实验室，艾瑞斯和凯瑟琳智取打倒了他。此时的杰不知去向，等他回来时，地捕师已经被乔带走了。凯瑟琳成功研发了终极9号，这不但可以恢复杰的神速力，还可以让他的身体快速治愈。杰一激动就给凯瑟琳做起了人工呼吸。由于地捕师的袭击，实验室的传送门出现了问题，如果1个小时内白瑞不回来，那他们就永远回不来了。地球2的白瑞还在尝试逃出去，但2个地球的频率不同，想要逃出去也并非容易之事。威尔斯等人找到了Zoom的老巢，这次娘炮版白瑞也变得爷们儿起来了。威尔斯看到女儿的那一刻什么都值了，这次威尔斯绝对不会再让Zoom把女儿带走。冰霜杀手帮忙救出了杰西，但困住白瑞的牢狱是特制的，他也无能为力。Zoom很快就回来了，白瑞让他带着杰西快点逃跑，但另外一个白瑞突然站了出来。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。白瑞嘴遁说服白瑞，白瑞被白瑞的勇敢和正义打动，一个只是普通的白瑞，另一个却是闪电侠。再次尝试震动后终于成功了。此时Zoom也赶了回来，
铁面男人来不及救走了。冰霜杀手为了西斯科也为了罗尼拖延住了纵。Barry 临走前告诉铁面男人自己会回来救你。传送门还剩几分钟就会彻底关闭，杰必须注入终极9号，稳定住传送门。完美的终极9号让杰拥有足够的速度，他和乔成功稳住了传送门。地球2上，艾瑞斯决定带着 Barry 逃到亚特兰蒂斯躲避纵，威尔斯决定带着女儿一起回地球1。纵已经杀来抓住了威尔斯，关键时刻，威尔斯的缓速针争取到了时间， Barry 则立刻带他们回到了地球1。杰也随时准备关闭传送门。就在大家开始庆祝的时候，纵突然杀死了杰，而传送门也被彻底关闭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期见。